有人说，如果人类灭绝前只能留下一部电影，要留下这部，因为它将向后来者，甚至那更高层次的存在证明，人类这浩瀚宇宙中如尘埃一般的存在，已然掌握了穿越一切时间和维度的伟大力量。它足以称得上这个时代的伟大电影。很多人每年都要重刷致敬，去年130万人打分9.3，今年已经160万人打分9.4。这部电影就是你一生绝对不能错过的《星际穿越》。故事发生在未来的2078年，很遗憾，这是一个接近末世的未来，一种可怕的枯萎病灭绝了几乎所有粮食植物，只剩下了玉米，成了人类几乎唯一的食物。饥饿重新成为这个世界的主旋律，那些被物质丰富滋养的科技与文明早已黯然失色，人类亦不再仰望星空。前宇宙局最杰出的宇航员和工程师也不得不回到农场，成为一个出色的农民。他的儿子才初中，就已经被学校剥夺了考大学的资格。男人不知道该怎么和儿子解释，可儿子却安之如饴。儿子和他不同，他曾遥望过星辰大海，而儿子守着家人就很知足。相比之下，女儿莫非更像他。在这个连政府都否认人类曾登上月球的时代，他依旧热爱科学，保持好奇。最近，女儿兴致勃勃地告诉他，自己的房间有个幽灵，偶尔会碰掉他书架上的书。男人并不信，可这一天，因植物枯萎而越发肆虐的沙尘暴来袭。他们在女儿书房看见了难以置信的一幕：狂舞的沙子按照某种规律间隔散落在地板上。男人待了一整夜，第二天一早，他自信地告诉女儿，而且沙子散落的规律是2进制编码，破译之后，这是一个位置坐标，有什么在指引他们前往特定地点。男人怕危险，留下女儿一个人开车前往，可半路一掀开毛毯，竟然是女儿藏在里面。他只好带着女儿继续走，直到半夜才终于抵达坐标位置，一个被铁丝网围住的荒凉工厂。他拿着钳子就要拧铁丝，一束强光射来，他就被很多枪口瞄准了，是很多武装人员。等他和女儿被带进工厂，才知道这里竟然就是他的老东家，前美国航天局，还有一位他的前领导教授。工作人员盘问他们怎么能找到这个秘密基地，男人说了引力坐标，工作人员这才告诉他一个可怕的秘密，据科学家研究，要不了多久，连玉米也会被枯萎病灭绝。换句话说，男人的女儿这一代将会是最后一代人类。幸运的是，在火星附近突然出现一个虫洞，可以通往其他星系。目前，宇航局已经派出12位宇航员穿越虫洞，为人类寻找新家园。最近，宇航局已经收到了3位宇航员的消息，极有可能发现生存家园，需要再派一批人去看看。宇航局做了2手准备 ：A 计划将人类送上空间站，分批运到新家园 ；B 计划将5000个人类胚胎带上飞船作为保底。据教授推测，虫洞是被未知生命特意放在火星附近，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男人也根据引力坐标找来。作为曾经最好的宇航员，他就是被未知生命选择的最佳人选。为了拯救人类，也为了孩子们的未来，男人同意了，但却和孩子们隐瞒了人类即将灭绝的噩耗。儿子很快接受，可女儿却不想爸爸离开。直到爸爸临走那天，爸爸来和女儿告别，女儿哭泣着挽留。That's exactly why you can't go. 我破译了书架幽灵的信息，他说留下。可是爸爸没有相信女儿，他拿出一个手表留给女儿当临别礼物，却被女儿粗暴地扔掉。时间不等人，男人要走了，女儿却哭泣着背对他。就在男人出门之际，啪嗒，有一本书从书架落下，男人迟疑，还是转身离开。等爸爸走了，女孩捡起被扔掉的手表，却始终不肯出门送别爸爸。门口，男人嘱咐儿子，儿子点头，天真的问 Hey, can I use your truck while you're gone? Maybe your truck. 漫天黄沙中，男人驱车离开，他坐上飞船前往太空，为人类寻找渺茫的新家园。陌生星球的大海中央，竟然浅得只能没过脚踝。男人好奇地查看，又看到远处的山越来越小，不，那不是山，而是正在远去的滔天巨浪。男人迟疑着回头，背后一个惊天巨浪正朝他们袭来。他赶紧示警同伴跑回了飞船，可女同事非要拿到探测资料，越走越远。幸好机器人很给力，带着资料抱着女同事飞一般滚回了飞船。然而飞船进水了，需要1个小时排干才能启动返航。在等待中，女同事为自己害死同伴默默垂泪。终于，又一个巨浪袭来。
他们冲上云霄。可是等他们顺利回到空间站，迎面而来的同事已经满脸皱纹。他们在那个星球只待了几小时，可对于同事来说，空间站里已经过了23年。这也意味着男人在地球上的一双儿女已经23年没有他的消息了。他观看起这些年儿子留的录像，从青春少年的天真到初为人父的喜悦，到中年丧子的悲痛，儿子的一生徐徐展现，而他完全错过了，只能看着录像泪流满面。多年未有只字片语的女儿，终于也第一次出现在录像中。You once told me that when you came back, we might be the same age. So it would be a real good time for you to come back. 可男人除了流泪，别无他法。为了拯救末世下的人类，这群宇航员已经牺牲了一切。可严峻的是，剩下的燃料只够他们再去查看一个星球。男人想去马特博士找到的星球，那里更近，消息更明确。而女同事却坚持去另一个同事所在的星球。男人戳穿了女同事的小心思。She's in love with Corvette. 女同事承认了。And that makes me want to follow my heart. 然而，男人强硬选了马特博士的星球。登上星球，唤醒休眠的马特博士后，他抱着同事痛哭起来。Pray you never learn just how good it can be to see another face. 这是个温度很低的星球，表面被巨大冰层覆盖着，充斥氮气。所幸在里面一层适合人类居住。与此同时，远在地球上的教授走到生命尽头，他告诉了墨菲一个秘密：没有 A 计划。多年以前，他们就已经算出引力公式，根本不可能把所有人类送上空间站。人类的希望只有 B 计划带上飞船的冷冻胚胎。通过录像，墨菲哭着质问爸爸。男人痛苦自责，他根本不知道这是个骗局，他要回家。如果人类一定会灭绝，就让他和亲人一起面对。在此之前，他决定站好最后一班岗，和马特博士外出探测数据。可是，在空旷的野外，马特博士突然拔掉了男人对讲机，又把他推进了悬崖。原来，这个星球根本不适合人类生存。这个愿意舍弃一切为人类寻找新家园的勇士，在死亡一点点降临之际，却退缩了。他给出假消息，只是为了骗人来救他，好让他重回飞船。为此，他舍弃了人类唯一的生机。损坏男人的面罩后，马特博士最后一丝人性，不允许他亲眼看着男人一点点窒息。他背过了身体，而男人则趁机捡回自己的对讲机，向同伴发了求救信号。女同事开着飞船赶来，然而马特博士却夺走主飞船离开了。更不幸的是，一个想要解锁马特博士随身机器人的同事，也在解锁的瞬间触动了马特博士设好的自我程序。等男人被救，他和女同事只能看见一片火海和他们狼狈的随身机器人。来不及悲伤，他们立刻追击马特博士。然而马特博士即将与空间站对接，万幸机器人不信任马特博士，早已提前取消了他的对接资格。男人利用对讲机向马特博士发出警告，然而马特博士已经被死亡的阴影折磨得疯魔了。There is a moment. 巨大的冲击力使得空间站高速转动，飞向了黑洞。男人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他要对接。于是他也让飞船高速转动，从而与空间站相对静止。只要有一丝错位，就有可能机毁人亡。可他们没有别的选择了。Case if I black out, you take a stick. Come on, Tars. 他成功了。为了使得空间站获得足够的加速度以及节省燃料，他放弃了绝大部分空间站，甚至包括他自己所在的位置。女同事哭着质问 You told me we had enough resources for both of us. 男人最后一次和他幽默。 We agree to 90%. 在女同事的哭泣中，男人和空间站一起坠向了黑洞，而女同事则前往最后一个星球，为人类寻找最后的生机。然而，男人没有掉入黑洞，他来到一个奇怪的地方，时间以实质的形式存在。每一个时间点发生的事都可以随意抽取看到。男人一番查看，发现这个时间实体对应的正是他女儿的卧室过去的所有时间点。他看见了小时候的女儿，他看见了长大的女儿，甚至他看见了自己离开那天默默垂泪的女儿。男人看着几十年前的自己即将离开女儿的卧室，立刻哭泣着叫喊 Don't go. Don't go, you idiot. Don't go. 激动中，他碰掉了书架上一本书。然而，当年的自己只是看了一眼，还是扭头离开。他想到了什么，立刻在时间实体中又选择了一个时间点，用2进制编码按规律碰掉书架上的书，留下一个 stay 的警告。果然，女儿破译了这个密码，再次回到男人告别的时间点。女儿拿出了这个警告，
然而，正如已经发生过的那样，当年的男人没有相信女儿。看着过去的一切发生，男人绝望又无助。拯救人类的 A 计划是个骗局，却让他和女儿至死不能相见。突然被高维生命体他们救下的机器人出声提醒。What the hell is that? 男人却明白了，没有他们，只有我们。一直在提醒漠视人类的高维生命体，就是未来的人类自己。就像此时此刻，他用尽一切办法在提醒自己的女儿，那是爱的传承。他也终于明白，被未来人类选中的救世主不是自己，而是女儿墨菲。自己的使命就是来到这里提醒他。很快，他和机器人要来航天局的位置坐标，来到当年黄沙肆虐的时间点，以二进制的方式隔断黄沙，提供坐标。于是，一切又如当年那样发生。自己发现了坐标，带着女儿去了航天局，走向了走到今天的命运。最终，男人来到了此刻地球的时间点，黄沙满屋，儿子已经守护了这个家几十年，他遵从了和父亲的约定。可是，眼看孩子们一个个患上呼吸病，接连死去，墨菲强硬烧了家里的玉米，要带着嫂子和侄子们离开。临走之际，墨菲时隔多年第一次走进了自己的卧室，一点点打量书架，这里满满都是他和父亲的回忆。殊不知，书架之外的四维空间里，和他看上去年纪一样大的父亲也在深深地望着他。机器人告诉男人，自己已经收集了黑洞数据，可以算出把人类运上空间站的引力方程了，只是不知道怎么提醒墨菲。男人看到了书架上的旧手表，用手表。没有感情的机器人很担心。What if she never came back for it? She will. She will. Because I gave it to her. 临走之际，墨菲还是拿起了当年被他丢弃的手表。能穿越时间和空间的，除了引力，还有爱。男人立刻制造引力异常，让手表的指针倒退了一下。墨菲看见了，几乎就在这个瞬间，他双目通红地跑回书架。是爸爸。多年来盘旋在这个房间的幽灵，不是别人，就是他的爸爸。爸爸没有抛弃他，爸爸永远都在爱着他。超越时间和空间，比引力更有力量。很快，墨菲和爸爸心意相通，根据指针转动记录下了一组数据。男人激动地问机器人 Did it work? 机器人语气依旧毫无波澜 I think it might have. Cause the bulk beams are closing the tesseract. 几乎就在同时，男人陷入昏迷。等再次醒来，他已经来到了一个巨大的空间站。这是几十年后，人类已经来到空间站，等待新家园建成，人类得救了。空间站是以男人的姓命名的，男人还怪不好意思。旁边的护士扑哧一声笑了。Station isn't named after you, sir. It's named after your daughter. 也没差，但很快他轻松不起来了。他的女儿已经白发苍苍，走到了生命的尽头。然而，他依旧像个小女孩那样和爸爸撒娇：“你就是我的幽灵。”男人则一如当年宠溺地和她说话。可最后，墨菲赶走了男人。No parent should have to watch their own child die. I have my kids here for me now. You go. 原来，根据时间差，此刻男人的同事刚刚抵达人类的新家园，正在一个人改造星球。也许这个宇宙是比《三体》描述中更残酷的黑暗森林，也许人类的未来将会面临一次次毁灭。爱的力量传承于我们的祖先，传递于我们的后辈，它链接了我们的过去和未来。我想，它足以让还依旧渺小和无知的人类，面对这个浩瀚无垠的宇宙，依旧面无怯色。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. Old age should burn and rave at close of day.